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铺 mulch 的。本来是不是要做这期视频呢？我有点犹豫，因为这个工作看起来非常简单。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说，就直接买过来然后铺上去就可以了，这个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但是其实呢也不是，因为铺 mulch 呢也有很多讲究。如果你铺的方法不对的话呢，不仅对这些植物呢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会有严重的后果。那么现在呢，市面上最常见的 mulch 呢，就是这种木头做的、木屑做的 mulch。这个呢，价格比较便宜，另外呢，它是可降解的，对这种 flower bed 呢，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要贵一点，比如说橡胶做的 mulch 和鹅卵石、碎石头做的 mulch， 它们的价格呢就会更贵一点。这个橡胶的 mulch 和碎石做的 mulch 呢，它们的装饰效果非常好。另外呢，它们不是有机的，它们不会降解，这样呢，你就不需要每年或每2年去补充新的 mulch。但是呢，它们在夏天的时候会吸收很多的太阳的热量，这样会加热这个土壤层。所以如果你在花圃里面使用 mulch 的话，我还是推荐使用木头的。但是如果你是用在步道或者是纯装饰的效果，那么橡胶和石头的 mulch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。那么铺 mulch 有什么好处呢？尤其是这种木头的 mulch，那么第一，最大的好处在我看来就是美观，因为一个设计很好的花园，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土壤裸露在外面。所有的花园元素呢，要么是草坪，要么是这种花圃，要么是砖石的地面或者是 deck， 那么所有的地方都是被覆盖的。这样呢，整个的花园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美观。所以美观呢，我认为是 mulch 最重要的功能。当然，这种木头的 mulch 也是有一些实用的功能。显著的一条呢，就是它呢可以自然的降解，可以改良土壤，可以给这个土壤呢增加一些养分。第二个功能呢，就是它能够保湿，它会覆盖住土壤，把这个水分呢尽可能的保护在土壤之中，减少蒸发。第三个好处呢，显而易见的，它是可以抑制杂草的生长。当然，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抑制，而不是说完全的能够避免，因为杂草的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。但是呢，有一些新的杂草的种子，它如果落到你这个 flower bed 上面的话呢，如果你有厚厚的一层 mulch， 那么它是不容易生根发芽的。有一些在 mulch 下面的种子呢，如果它想长大呢，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它要突破这个 mulch 层才能接触到阳光，所以呢，这个杂草很不容易生长出来。即使有个别的杂草生长出来呢，你也很容易的人手进行拔除，所以呢，就会减少你很多除草的工作。最后呢，在寒冷的地方，它还有一个额外的作用，就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保温层，像铺了一个毯子一样，这样呢，会有效的保护你这些植物的根部呢，免受霜冻的侵害。那么铺 mulch 有3点一定要注意，如果你这个3点呢做的不对呢，实际上对这些植物是有害的。那么第一点就是铺的厚度不要超过3英寸，大概7厘米左右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 mulch 我刚才提了 ，mulch 有一个好处就是保湿，但是如果你铺的太厚的话呢，反而会防止这些植物接触到水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 mulch 本身它是木头的，它会吸水。如果你4到5英寸的 mulch 铺上去以后，它本身就会吸收大量的水。一些小雨的话，这些雨水呢，甚至都接触不到土壤，都被这些 mulch 层吸收了。但是呢，这些植物的根呢，还是要从它下面的土壤里面去吸收水分的，这样就会导致它下面的土壤里面呢没有足够的水分提供给这些植物。所以呢 ，mulch 一定不要铺得太厚。我看到一些文章，有些人推荐铺4到5英寸的 mulch， 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对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植物的根部不要铺 mulch。一般对于树和这些灌木来说呢，在它周围的4到6英寸不要铺 mulch， 不要让这些 mulch 接触到这些植物的树皮。
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棵树的情况，这是前2年我铺的 mulch。其实呢，我没有刻意的在这个树的根部铺 mulch， 它呢在风吹啊，或者是下雨啊，自然而然的开始在根部聚集了。那么我准备铺新的 mulch 了，所以我把它打开，就可以看到下面呢有很多虫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树根的根部呢，周围一圈呢，一直是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，这样呢会导致树皮的腐烂，这个树呢就长不好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根部一定要注意避免。这个 mulch 呢本身呢，它容易吸收一些害虫，然后在这里面做窝。另外呢，这个大量的潮气护在里面呢，对于这个树的树皮是非常非常有害的。这个错误呢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。其实我在很多公共的地方也会经常看到一些树呢，那个 mulch 呢被堆得像火山口一样，就围着这个树根周围。这个对于树是非常非常有害的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个错误。好，如果你要是 remulch 呢，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，如果有一些 mulch 堆积在它的根部了，要注意把它清理开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第3个要注意的就是呢，在你 remulch 的时候，当然如果你新铺的 mulch， 你就直接铺上去就可以了，注意根部要避免。但是如果你 remulch 的时候，要注意拿这种耙子呢，把这个老的 mulch 呢给它翻动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些老的 mulch 呢，它如果你2、3年没有动它，它会板结。板结的一个后果呢，就是会阻碍这个水分穿透这个 mulch 层，达到土壤。所以呢，把它稍微翻动一下。另外呢，这个 mulch 呢，平时是不需要怎么维护的。但是呢，你每1年稍微拿这种耙子稍微给它翻动一下呢，会有利于这个水分的穿透，是有好处的。在你铺 mulch 之前呢，有一个要点一定要额外的注意，那就是你这个花圃的边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如果这个边呢，没有做好的话呢，我不建议你铺 mulch， 因为这个 mulch 呢，它在风啊，它下雨啊，它会冲得到处都是，这样呢会导致你这个花园呢显得非常的凌乱，会加很多维护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你看我这个院子呢，一般我只有在这个边缘做得很好的情况下，我才会铺 mulch。有几棵大松树的地方，这下面的这个边缘我还没有做，这是我下一步的工作。所以呢，现在我就不打算铺任何的 mulch， 因为铺 mulch 在这里呢，它呢有可能会被吹到这个草地上来，这样可能不会很好看。所以呢，我就先把它leave在这儿。这里呢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以前呢我是用这种胶皮把它拦在这儿，但后来有一段呢不够呢，我就用这些石头摆在这儿。事实证明呢，这个做法不是太好，因为那边比较高，所以呢，遇到下雨啊、刮风，它这个 mulch 呢就会被冲刷下来，所以现在看上去就有点凌乱。所以呢，这个围边我需要重新做，把这一部分的鹅卵石呢把它清理出来，然后呢重新做好围边，然后我才会铺新的 mulch。好的，今天呢铺 mulch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基本上呢，只要你做到了这3条，铺 mulch 就一定是有好处而没有什么坏处的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还不错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